爺爺媽媽帶着一窩剛出殼的小野鴨在路上遇到了我。爺爺媽媽是不信任我的，但是那個時候孩子們都还很小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把孩子们放在我这裡。爺爺媽媽很多次想把他們帶走，這些小野鴨們在這裡生活習慣了，他們不願意走。爺爺媽媽每天帶着他們來來去去的，慢慢的他們對出生地這裡的一切以及我都有了感情。如果不是那一次他們受了驚嚇，他們是不願意離開這裡的。先是爺爺媽媽南飛了，後來11隻小野鴨都走了。這次臨走的時候，2隻鴨子來向我告別。過完年後的一天，他們忽然出現在我的面前。一開始我沒有想起來是他們，他們對我的反應非常的驚詫。我沒有忘記你們，只是我一時沒有想起來。他們一共是11隻小野鴨，今天他們居然回來了7隻。和以前一樣，他們排起了隊伍，一個跟着一個。那個最懂事的小野鴨跟在最後邊。他們習慣性的在門口觀望，他們在看門口有沒有小貓小狗，他們還是非常謹慎的。這裡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的熟悉，但是他们依然還是要左看右看，看看有沒有環境的變化。哪怕多了一根棍子，他們也會猶豫不決。我是很了解他們的習性的，我已經提前做好了準備。儘管如此，我也是提心吊膽的，生怕他們忽然的發現什麼情況，慌忙的逃走。今天算是比較順利的，他們不緊不慢的進來了。我數了一下，一共進來了5隻鴨子。這2隻鴨子是咋回事呢？難道這不是那11隻小野鴨裡面的2隻嗎？我看着他們的樣子，我感覺很熟悉啊。可是他們這樣的一種神情，是時間久了，他們對這裡陌生了嗎？他們終於最後還是進去了，但是他們畢竟猶豫了這麼久，我隱隱的感覺這2隻鴨子不是爺爺媽媽的孩子。幸虧我是堵起來的，如果讓他倆發現了，我估計這2隻鴨子是不會進來的。果然最先飛走的是那2隻鴨子，5隻小野鴨跟在後邊。前幾天他們一共回來了5隻小野鴨，今天怎麼只剩了2隻呢？而且他們這樣的叫聲是在告訴我什麼呢？我隱隱的感覺到他們不是回來吃東西的，而是回來向我報信的。如果這2隻鴨子不回來，我以為他們去找他們的媽媽去了。他們一共是11隻小野鴨，這5隻小野鴨回來以後，隔三差五的會到我這裡來吃飯。這裡雖然離得不遠，但也還是有一段距離的。他們是今年剛出生的小野鴨，這樣的冰雪天氣對於他們來說還是第一次經歷。裡面有一隻小野鴨，它的腳有先天性殘疾，是不能踩在雪地裡的。還好他們都還在這裡好好的，幸虧那2隻小野鴨找到了回家的路，把我帶了過來，否則再過幾天這樣的天氣延續的話，他們的生命都會有危險。
它們顯得有點遲緩，它們也許是凍壞了，或者是它们根本就沒有想到我會給他們送來糧食。他們慢慢地向食盆靠近，我特地拿的是他們以前吃過的盆子，這個盆子他們從小到大都很熟悉。我忽然發現他們多出了一只鴨子，這樣的天氣裡它應該也是餓着肚子的。如果它是那11隻小野鴨裡面的之一，那麼它就應該能認識這個盆子，因為11隻小野鴨和野鴨媽媽都是吃的這個盆子。小絲綢鴨子是他們5隻鴨子裡的老大，剛才那隻鴨子被它打走了。我可以肯定它不是野鴨媽媽的孩子。我不知道他們因為什麼原因而打他。如果他不是野鴨媽媽的孩子，他為什麼能和他們在一起的呢？這個目前來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都要能夠吃得飽。我決定明天試着把他們喊回家。他們回來有一段時間了，每天回来吃飯還是慌慌張張的。这窩小野鴨一共有11隻，前幾天回來了2隻，跟在最後面的依然是那一隻最懂事的鴨子。後回來的2隻鴨子有點不太適應，可能是時間久了，對這裡已經很陌生了。後面的這隻懂事的鴨子在帶着它們。鴨子就是這樣，得有一個領頭的鴨子能夠穩定他們的隊伍。一開始我也以為剛回來的2隻鴨子不是那11隻小野鴨裡面的2隻，現在看來和它們是一窩的鴨子。因為鴨子的膽子本來就很小，而且它們離開這麼長的時間了，尤其是那2隻單獨的鴨子，我估計他們在野外是受了驚嚇的，所以回來一時還難以恢復。吃個飯都是緊緊張張的。看到他們又來吃飯了，我趕忙來招呼他們。好不容易被這隻懂事的鴨子把他們帶到了門口，我不想他們受到任何的驚嚇而空着肚子離開。每當這個時候，我也是提心吊膽的，他們好像又發現了什麼情況，止步不前了。哎呀，全飛走了！這是我最擔心的情況發生了。是小橘子、小橘貓躲在樹林裡。我以為他們不會再來了，至少不會這麼快就過來了。我又看到他們出現在門口。跟在後面的後來的2隻鴨子不願意走了，而這領頭的鴨子居然和那2隻鴨子待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在和他們說着什麼。這樣的情況我也是沒有辦法，現在就能讓這4隻小野鴨先吃飽了再說。他們的老大不在，這4隻小野鴨也挺乖的。而這領頭的鴨子還是把他們2個給說服了。多虧了這隻懂事的領頭鴨子，如果沒有它，這2隻後來的鴨子可能也不會到這裡再來了。有一隻鴨子吃飽了，它要離開了，因為野鴨的膽子都很小。另一隻鴨子和它是一起的，所以鬆了一下，它還是要跟領頭的鴨子一起走。這隻領頭的野鴨小的時候很多的網友說它不是野鴨，因為它的長相和它的衣服都很特別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野鴨的樣子。
其實它可不是一個一般的鴨子，如果沒有它，我想這些膽小的野鴨們可能就不會到我這裡來吃飯了。野鴨媽媽一共留下來11隻小野鴨，小野鴨們都已經成年了，每天它們都排着隊伍晃悠悠的到我這裡來吃飯。它們的隊形是便於逃跑，而跟在最後面的這隻鴨子是它們的領頭鴨。這隻領頭的鴨子和它們長得不一樣，大多數時間它是跟在後邊，有時也是走在最前邊的。野鴨的天性很膽小，它們在遇到危險的時候，或者是判斷要出現危險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看着這隻領頭的鴨子。我每次拍攝它們的時候都是小心謹慎的，一旦被他們發現我在拍攝，他們便會慌忙地逃走。我已經提前給他們準備好了食物，他們吃飯總是慌慌張張的，很匆忙。每次離開，他都跟在最後邊。這領頭的鴨子都是不同於其他的鴨子，它顯得很沉穩，它留在後邊斷後，最後一個飛走。他們又來吃飯了。這隻領頭的鴨子，它看到我也很淡定，它不怎麼害怕我，和我相对比較親近一些。每天我只要一看到它，我心裡面就放心多了。如果沒有它帶着，其他的野鴨估計也不會到我這裡來吃飯的。它在招呼其他的鴨子，他們準備到野外去了。它回頭了，它也還是比較謹慎的。其他鴨子都看着它的一舉一動。它如果不出來，其他鴨子是不敢出來的。他們在來的時候和去的時候都會覺得門口是有風險的。有時候門口是有小貓或者是小狗。與以往不同的是，他們反反复复在門口徘徊了好幾次，看來是他们看到了什麼東西。他居然第一個飛走了。以前他都是跟在後邊斷後的，今天這種情況也還是第一次看到。我聽到了小公雞的叫聲，我才明白他們是被小公雞給嚇了。那個領頭的鴨子最怕小公雞了，小公雞不知道為什麼喜歡捉它，把它的毛都給捉掉了。這隻鴨子嚇得才緩過神來。沒過多久，這隻領頭的鴨子單獨一個鴨子回來了。這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。領頭的鴨子是不會單獨行動的，它是回來找了一隻被遺落的鴨子的。這幾隻小野鴨是最乖的，最後邊的是他們的老大，是我最喜歡的野鴨。他們5個鴨子裡面還有一個殘疾的鴨子。4隻可愛的小野鴨一直陪着這隻殘疾的鴨子，在這條路上來來回回的走了1個多月了。雖然現在的天氣漸漸變暖了，但這隻殘疾的鴨子在野外的吃食還是很困難的。野鴨子是永遠不會讓人靠近它的。你看他們吃飯的時候慌慌張張的，一旦發現有異常情況，他們立即逃得無影無蹤。門口的雞和樹上的鳥兒都是他們判斷風險的參考。他們吃飯的速度是相當之快，我有時候都不敢面對他們。他們能夠來我這裡吃飯，已經是對我最大的信任了。除非發生意外，否則把他們抓在手上是一種可笑的想法。好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好。如果我曾經有過想抓住他們的想法，我想現在這裡1個鴨子都看不到了。
野鴨是非常聰明的，也是非常敏感的。膽小的野鴨這麼多跟到了門口，說明它们是非常的飢餓。它们也想跟着這5隻小野鴨進來吃一頓飽飯。它們在門口猶豫徘徊，很想進來，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這就是野鴨，它們寧願餓着也不會冒風險。他們對這裡的安全評估還不達標。如果我做出對鴨子不友好的舉動，那麼這裡所有的鴨子都不會再到我這裡來了。它們活動的區域肯定不止它們5隻了，應該還有其他的鴨子。剛才一下子來了那麼多，我要去看一看。前幾天我過來的時候，它們一共只有7隻鴨子。剛才跟着他們5隻小野鴨一起的那群鴨子應該就在這裡。我覺得挺對不起他們的，他們好不容易跟着5隻小野鴨來到了我的門口，一粒糧食都沒有吃到。我沒有足夠的糧食堆放在這裡，所以我得把它們引回去，和那5隻小野鴨一起吃飯。這裡的環境很不錯，他們在這裡生活得很快樂。我想長期的投餵他們，讓他們生活在這裡衣食無憂。我不能確定野鴨媽媽留下的孩子是否已經都回來了，但是這5隻小野鴨回來的最早，而且現在每天他們都堅持到我這裡來吃飯。這裡面有一隻天生殘疾的鴨子，我每次看到它們都是走回來的，其實它們都是會飛的。這5隻小野鴨都是一家的。這隻殘疾的鴨子出生不久就是這個樣子，我發現的時候它這隻腳就是殘疾了。和其他的兄弟姐妹相比，它是很可憐的。它現在也算是成年的鴨子了，好在它還有4個兄弟姐妹每天陪着它一起走來走去的。一隻腳是不好用力的，它索性就蹬在地下。它吃飯的時候顯得非常的吃力，它很難站得穩。它們一共是11隻小野鴨，長大了以後我就看到它們5隻在一起。自從和野鴨媽媽失散以後，這5隻小野鴨就一直待在一起。每次它們回來的時候，我第一個想看見的就是那隻殘疾的鴨子，因為我一直對它很不放心，我擔心別的小動物會欺負它。嚇了我一跳這公雞捉的是一隻母雞，它的腳板除了划水受到影響，最主要的是它在飛行的時候影響是相當的大，它甚至都不能飛行，因為它飛行的時候它需要腳掌來控制方向和停留，當它降落的時候它需要用腳掌來推阻空氣迫使它降速改變方向。鴨子降落的時候會提前把2隻腳伸出來，然後利用腳掌的旋轉角度從而降落。降落的不準確很容易摔傷自己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險。所以他們這5隻鴨子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在行走不是在飛行，除非他們在認為非常危險的情況下，他們才會飛上天空。小絲綢是他們的領頭鴨，也是最懂事的，每次都是他領着他們走來走去的。如果他們每次都飛過來吃飯的話，他們是沒有辦法準確的降落，而且降落在這樣的地方是很容易把他們的腳都摔傷的。